该你俩了。好，你先说。这个我觉得不是委屈，我觉得其实我有点不开心。因为有一次我送了一个笔给他，他有一个新的工作签约啊，可是我给他的时候，他觉得有点不需要，还有浪费。因为那个笔很贵是吗？有一点点开始吧，所以我觉得有点不开心，这样。就是送礼物没送到人心趴上。我也是一个比较喜欢实用的东西的人，对。你看这个其实没有对错，就是看人，对，看人。好，该你了，大美女。有一年我们就去了夏威夷，那个时候他的最好的朋友的女儿生日，然后其实我不太喜欢很多人的地方，但是我还是去了。当我去的时候呢，我坐下其实我有点不自在，因为身边的人也认识我，他们都认得我了，然后还问我一大堆的奇奇怪怪的问题。Anson 就坐在我对面，然后我就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拿点东西吃？然后他就有点发脾气了，然后就很多人面前说了我，我就哭了，然后我就起来，我就跑出去了。哇！我找车，我想回家，我想拿行李，我想飞回香港。我觉得这受不住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委屈。他跑出来我说我们不要在一起了，我觉得真的。现在想着都要哭了。懂。对啊，而且我去是因为他嘛，我去到那个地方是因为他，然后这么多人我不认识，我觉得很不舒服，也是因为他应该是要照顾我，但他没有。我还是叫他，你可以帮我那个拿点吃的东西，然后他就一个反应很快，没有很大声，他就是小迪嘛，就是那样，就是很不耐烦的那种，就是给我一个很差的态度，但是大家都看见的，而且大家都知道我是谁。我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很丢脸，这样的跟我说话很不给面子，我完全没有被尊重。为什么？因为有些朋友是认识的，所以我去打招呼，我就叫他坐下来。可能那时候一些我认识的人问他一些问题，他觉得不舒服，然后我就跟他说：“没事吧？跟他们聊天也不是一个什么的大问题。”可是他有些不耐烦吧，还是不喜欢，他就发短信给我，我就走过去，什么事？他说不开心这样，我就跟他说。能不能大方一点啊？这过分了！他就走了，他就很生气了，就跑去餐厅出面，马上，我就当然马上追出去了。还记得那刻，我真的是眼泪飙出来，我就立刻起来走。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我，但是我就觉得好委屈，因为没人知道我去的感受，我心情，然后我身边只有认识的一个人在我身边，他不管我，而且在这么多人的面前给我这么差的态度。他很生气，非常生气。我不尊重他。第一，第二，我没有坐下来跟他一起，所以这个事情是我很内疚的。你们怎么看？谁更委屈？谁更委屈？这很明显，肯定姐姐更委屈，对，太明显了。我也讨姐姐。姐姐，我想跟你说对不起，又来了，没有下次了。又来了，他最会这一个，又来了，很会认错。你那时候没道歉，还是这次第一次道歉？他一直都有道歉，只是我听了道歉太多次了，所以没有太大的感受。对。你那种做法哈，也就他还没跑掉，要是换我们这些人你都不见我们了，我们都不会再见你了。对，知道，很严重，非常严重，对吧？对，我应该捅他的，不应该这样的。我觉得他听到无感了都。这是不是因为别的事情的愤怒，怎么转嫁到这儿来了？没有。像你这么彬彬有礼的，所以咱们认识2个小时。你刚才坐在这儿，我看你第一个举动就是给你女朋友加了一个饺子。对不对？对，全桌就你自己先给他。哎，我说这个孩子很好。在杜家，因为之前我很少做这些事情的。当我们分开，我知道我之前跟他一起有什么做错，所以我思考了，我应该是放他在第一位。所以现在我懂了，所以我做了。真的吗？实话。第二个问题。有时候他工作不开心，回到家，我通常都是跟他说没关系吧，再努力一点。可是他
不想听这些。你知道他想听你说什么？其实不，我觉得他不是想聽我說什麼。哦，我猜是我應該是在他身旁聽他說他有什麼不開心。咁其實佢好多次都話俾我聽，唔係咁，但我每次都咁講，因為我教學生嘅就係咁樣嘅。他是谁委屈？對，有點阿甘的意思啊。他告訴他不能一直這樣跑，可是再見到他還是永遠這樣。 Why are you doing this? I just felt like running. 對，你的委屈是什麼？我说我的委屈，我这个轻松一点，不要说这么重的委屈了。就是我拍《新闻女王》的时候，第一季的时候，我记得我们要搬家，然后基本上所有搬家的东西，每一件事情都是我去处理。他基本上回来的时候，整个家都已经那个窗帘布他的衣服全都已经整理好在所有的衣柜上面，所有东西都整理好了，我全都是我一个人做，他一点都没有参与。然后我就觉得哇，为什么我这么孤单？但是明明是有一个另一半在你身边，但感觉还是我一个人去面对。你叫他來搬了嗎？他飞了，他不在。我在美國那個時候，但是其实就算你不在香港，其实也可以参与一点点，但一点东西都全交给我了，我就觉得还是不太舒服的，就是更加孤单的感觉。这惨了点啊，这我爸我媽跟我跟思華是挺像的，只是我態度有問題。我媽很喜歡搬家的，每次搬家，我爸爸都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哦，都是我媽一個弄好，找一些朋友一起幫忙啊，弄好。我爸就 OK， 你弄好了，我過來住先，因為他沒所謂去哪兒。无论是去了什么样，都是他妈妈，全都是他管。也有可能是这样，所以 Anson 是一个不太会照顾人的人吧。他妈妈很照顾人，我觉得也有影响的。他有一个父母的模式是，耗在他身上，感觉他很崇拜他的爸爸。对，莎莎，你怎么看？我觉得还是姐姐的会稍微委屈一点。我同意莎莎的话。你竟然全票输了，全票输了，输了。道歉。Anson 就是全认。我不只是在说刚才同样的话。对，知道。真的下雨了。对啊，打雷了又。我知道你有多苦，我知道你我有多不好，你还给机会我。我们还没有给机会。我知道，未来会。说的太快了，想得美。所以我用行動。斗志昂扬。我知道你有多委屈，我知道的，真的对不起。Aloha。OK， 好，谢谢。你这一晚上一直在道歉。他道歉道了8年的歉。道歉王。这已经到了好几天了，这几天了。我是挺被他感动的。有的人他就是不会说话，不会做事儿，心是特别好的。你说的完全对，他就是不会说话。他那个毛病是可以调整的。你再去看一遍阿甘电影，你去看看人家阿甘是怎么开悟的。他那种笨拙和执着加一块儿了，人家最终赢得了爱情。下雨了，你一会儿，快打起来！哎，我怎么没觉得呢？下雨了，你戴着帽子，你当然不觉得了，快点，快点，下掉点了。哗啦啦啦，下雨了。OK， 那我说吧。其实这个委屈我在那个问答的时候有说过，因为今天蔡老师还有倪老师在，我觉得你们给我们的意见我觉得非常宝贵，所以我想再说一下那个委屈，让你们听一下。几年前我生过一场病，甲状腺的病，让我的眼睛真的很不舒服，然后变形了。然后我就做了4次的手术，每次做手术就把我眼睛那个皮打开，就里面弄那个肌肉。基本上因为这个事情我1年没有工作。那个时候我以为我可能就是永远都
做不了演员，我可能要退休了，或者告别了。对，那个时候每一次我看医生，我做所有的疗程，我做所有的手术，我都是自己去面对。做手术的要给钱，然后我看医生要给钱，做什么东西要给钱。我没有工作过，但他没有问过我钱有没有问题。Anson 是笑着听的，这个是我最觉得我不可以再跟他一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我觉得很孤单，那个事情不是结婚是你病了，你好了都是一起的嘛。但是原来我生病是我一个人去面对，每次说都很伤心啊。而且我最委屈的是媒体一直在问我，是不是因为你生病了，他陪在你身边，所以你要嫁给他，因为那个人可以陪着你。我就是说，对呀，他要陪我，但其实他没有陪我，因为我不想跟媒体说，其实不是这样。Oh no！ 妈呀 No！ 天哪！哇！公开的还说很多好话，还是在媒體都說他的好話啊。激發我，跟住就覺得好正能量咁樣去面對呢件事。佢唔會呵你嗰啲，佢係激勵你要做呢啲運動，你要食呢啲嘢，你要咁樣，你就會好翻噶啦咁樣咯。咁佢就呢一種嘅擔心啦，咁係反而仲好喎。我覺得當時他也在說服自己啊，但是這個就咽下更多的難受。但我也怪不了他，因為他心是好，你知道他是非常簡單單純的一個人，他沒有想我不開心，他是不懂。所以我也不能夠說很生氣，但是我很心疼。Oh my god！ 這個是我人生最低落的時間，因為我看不到前面的路，我只是每天每個月都在花錢去醫自己，去看病。真的是每一次我說這個我都會哭，我覺得可能是一個心結沒有打開，沒有解開，沒有療好那個事情，所以每次都會很痛。我要是他媽媽丈母娘哈，我堅決不讓我女兒嫁給你。你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我想知道，你為什麼不陪他？他工作很忙。不，這個不是借口嘛。這個不是借口，他病了呀，他不生病你可以嗎？你可以不陪他，你知道他不工作就沒有錢，他治病需要錢，你沒給他錢嗎？對呀。OK， 這個是我不對，完全不對。可是那個時候，通常都是他跟我說他有什麼需要。你這麼不了解他，他會說嗎？我不會說。那個時候我應該問他的，所以他每次說這個我都沒話說的。因為他是一個很堅強的人，因為他斷了那個腿，他都不會跟我說，他自己覺得他可以面對，所以他就覺得身邊的人都是這樣，都是這樣的人。這好奇怪啊！都很好強，要強。你怎麼想的？不告訴他？我不想他擔心，我有能力弄好，就他也不想讓你擔心嗎？你覺得？我想得很簡單的。哎，你如果想過沒有？你倆要是結婚了，你會把你的錢交給他嗎？會，一定會。哦，1秒鐘都沒等啊！因為我現在跟你說的，就跟我之前跟他不同的嘛。我來是解決問題的嘛。不相信了。哎呀，真難！我覺得你倆的事最難了。他不是不給你錢，這個家伙腦子裡沒有這個弦兒。啊，其實我覺得姐姐也有問題，就你跟我很像，我們很好強，不會開口問你要，我就想等着你是不是會來關心我，你是不是能 get 到我的這個點。對。但是往往我們等不到的話，我們就自己苦自己在吃。對。其實我說實話，我不是因為那個病我沒有錢，不是。但我覺得，我懂，他應該要在這個時候想到這些幫你一把。對，他沒有問過我需不需要幫忙啊。其實我沒有財政的一些，就是比如說我不夠錢給醫療，沒有。但我有沒有擔心？我當然會擔心，因為如果我沒辦法再工作，未來在哪呢？錢哪裡來的，對嗎？所以在這個狀態是我不知道我前路是怎麼樣，以後能不能繼續工作我都不知道。然後我就看看我身邊的人，哎，大家這麼獨立，
那他会照顾我吗？我也不知道会不会真的照顾我呢。哇，他想不到这里了。你们从一开始他就不会这样吧？这说实话。其实一开始他比较细心一点点。我还记得，就是我掉了一个项链，他买回来给我一模一样的项链。追我的时候，追的，我每一次就是还有他，我每一次就是我去吃完饭，他还是问我你在哪儿，我来接你送你回家，就是挺细心的。其实一开始，都是越来越成长，你是后退呀。这个奇怪了。他问别人，这个奇怪了。他问谁呢？我知道他很喜欢我，我也知道他每一次说对不起都很真诚。哇，他一直在给诗画撑伞哦，打伞哦。只是每一次都对不起，都是会发生同一样的事情。我没有放上心呢，我放在这里不够。你们俩好多少年？我们8年。8年都没醒悟过来，我的个妈呀！人生有几个8年呢？对，人生都是个8年。有几个8年的人生？蔡老师说的太对了，在分开才明白，真的。分开也不是一次了，好几次了。哎呀，这个反射弧也太长了。就当他老师好辛苦啊。对对，是的。就今天我在车上也跟二哥聊了这个事儿，因为二哥很在乎诗画姐，然后所以他每次诗画姐有一些小情绪或者是要求的时候，他会马上就说是，对不起 ，sorry， 大家都发现了，是马上门口答应，就是这种真的已经成为他的肌肉记忆，所以他不会那么的在乎。哇，每个人看别人都清楚。在我看来，二哥你的点是什么？就是不要那么不加思索的答应。对，这个就是我的问题了。又不加思索的答应了。他对别人也是这样。因为有些时候你说完 yes 之后，你可能会不记得了，你忘记了。我的建议就是说，你下次说 sorry 的时候，答应的时候，你合计，你能做到的你再答应，你做不到的不要乱答应，这样子答应这个事情本身才有意义。他说的这个特别关键，你做不到的不如沉默，这样让他心里更舒服，而且从内心啊，这也是尊重，这跟他们吵有另外的接近，就是不尊重别人。你能做到的事儿，你就是不去做，你不重要，重要的这个人就跑了，他应该以后是你的重心。他是最重要。明白。想想再说。我觉得今天他比较压力更大，这个事情也是肯定是一个死罪，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罪。我有点觉得我是惩罚了他了，今天大家都说他了。哇，其实我觉得有点难受。他还有点联系他呢。我不忍心，我又不想他觉得难受，但是同时间我知道我自己就受伤了。共情能力好强，他也还是很爱他，没什么可说的，来道歉吧。没法我出去我就走了。哇，第一次牵手哎！没有，他叫他不要抓住我的手。哦，是吗？哦，我有一点想要躲开的，因为我知道，其实如果我抓他的手，或者是我让他这样抓着我，他真的很单纯，他可能觉得我接受他了，然后他就会更加可能再下一步了，就觉得我们就已经他就会觉得好了。因为诗画是默认我们现在是分手的，我也不想他误会。我出去我就走啦。对不起。OK。不能就仨字儿，要具体的说。什么东西对不起？你说的什么事儿？对你什么事儿啊？我听见了。没有把它放在心上。我觉得特别对不起，我以后一定如何，这个道歉要长一点。老师一句一句的教，卡都拿掉了，现在起范儿了。这个事情我听到了，我知道错在哪儿了。错在哪里？错哪儿了？说。就是啊，错哪了？错哪儿了？错哪？哪错了？没有具体的事吗？他真正
他委屈的是什么？急死我了。你明白吗？所以他其实是吸收不了这些东西的，他还是你生病的时候，你生病的时候，我是第一个人来在你旁边的，你不用说，我就知道了。什么呀？关心，关心。你放心。哦，放心，你不会讲错，讲错呀。你觉得他没听懂吗？还是没有？他就是这样的。那他脑子有问题，更不能跟着他。你也说，对不起，我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没有在你身边。我应该每一次你治疗，我都去陪着你。我应该在你告诉我账单的时候，把钱打给你。对不起，我这些事儿都忽略了。我实在是特别粗心的一个人，我以后永远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你放心，你无论遇到任何困难、任何事情，我都是永远陪在你身边的人。急死了，老师好棒啊！安森的表情已经僵硬了，他没有消化了这一番。对，今天蔡老师他自己说了一遍，哇，他说的太好了。如果我只听到这些话，我会觉得，他理解到了，他很用心想说，但是他还是差一点。有的人就可能真的是说话或者是理解东西是不太会吧。他感动哎，放他在心上了。再说一遍，二哥。好，来吧，照我这个重说一遍。来吧，来，有。或者用粤语表达一下。用粤语说，用粤语说。你病嘅時候，我冇認真去睇住你，去關心你，我應該係第一個人出現嘅。喺精神上、金錢上，我會做得更好噶啦，我知道嘅，我可以嘅。你有病，我喺你身邊；你唔開心，我喺你身邊；你有困難，我喺你身邊。任何時候。总结4个字，在你身边。哎，在你身边。我说的不好的。你说的好的，好的，好的，好，说的好的。我说的有一点点不同，因为我说的是从姐你说出来的，我心。对呀，对呀，要的就是这个呀。对。主要就是太多了，可能太多说太多了，对吧？是。动不动就。对不起，太长了。其实我一直都是接受他的道歉，他道歉了好多次，我接受的，但不代表我会忘记这个痛。我当然我不会埋怨，我不会说我永远都有恨你这个东西，我一直都不原谅你，这其实对我自己不公平，我不会这样的对自己。今天晚上我觉得他肯定会有启发的一些东西，感觉是有听得懂，而且理解到其他人的一些委屈，所以我确实是觉得他有升级的，在每一天的过程中被触动吧，应该是。其实真希望你俩能好，你俩外表也般配，各方面也都好啊。哎，能这么一个明白的人遇到这么个不明白的人，唉，可能我们。悲剧的人也就在于太明白了，但其实我们里面就塞了很多的东西，没办法释怀。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把他们都惯坏了，让他以为我对外头所有人都可以好，我家里这个人先存着放着，我不理他，他也没事儿。等你哪天回家，你楼还好好，人都没了，家没人了。很多男人在外面对别人真的非常好，说明他是一个好人。他回家也不是对妻子不好，他就是觉得，哎呀，自己家人等我有空了再说。他一直等，岂不知道那些内心强大的女人都不一定等你。那下一个照片吧，哈哈。哦，哇，我们的
那为什么你们一个在2016，一个在2019？你们觉得呢？16你提的分手，19你提过分手。那16年刚开始就提分手啊？其实是这样的，16年是我们刚开始在一起，我在开心的时候。16年是他追我，然后就给了我好多的时间。那追到我了，就没有这么多的时间了。然后呢，19年就是不是说之前说分开了，然后他求婚，我答应了。然后那6个月是我最开心的，因为他完全改变了。然后我觉得这个时间是我们最开心的点。对。2024是一个什么特别的？我们分开了。但它是一个问号哎，这个问号就是看看你能不能够跳过去，对，继续往下走，对，这个意思。那为什么 Anson 是背对的？你猜？他是应该是施华姐想要展望一下未来，回看过去，一个在展望未来，反了，反了，是这个意思。这不是这个意思呀，蒙错了，正好相反。因为他应该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不知道？你刚刚说那个什么都不对了。我很清楚我看什么。这个角度，那你看什么？你说，我想听你的。我觉得他就是没有听明白，然后他就说对。我看的方向就是过去8年了，我对他好的、不好的，有给时间的、没给时间的，我就会想，我完全知道我哪里做的不好，所以我就往这个方向看。反思从20对，这样。不是吧？哎，导演组可不可以之后呢播一下今天他说的？我不往这个看了，你也不能了，往后看没意思了。过去已经是过去了嘛，你还在想后面吗？我只想在前面嘛，不用往后看了，往前看，往前。他说的是不要看后面，我们只看前面，不要再提后面的东西。对呀，对啊，就反的他们刚刚说的那个，不是吗？因为这个是个阻碍嘛，我是没办法去跳过这个阻碍，因为这个是我们之间的问题。但是他反而是不想讨论，不想再对这些问题，反而想往前走，所以他就背着那个问题，这个问号。不能嘛，你不能不提吧？不提还在嘛？这个问题对吗？我现在清楚很多了。知道怎么做了，抄了答案了。这么多问号，后面还有很多问哦，这一全是问号。因为我们很多问题都没解决。我喜欢这个图片。你喜欢这张照片？你喜欢这张照片是因为什么？我能跟他一起拍吧。我们还没有机会走入这里，可是憧憬了。你已经看到方向了。我看到了，真的看到了。但我看到，其实我觉得，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有点害怕，结婚之前的问题，因为我看到好多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是我们没办法解决。其实这个游戏就是我们这8年有一些什么问题要问他，我们聊了1个半小时，还是聊不完。应该就差不多了，应该去不了了。我们其实离你们通向这个婚姻殿堂的板子还有很多的阻碍。然后我看到哇这么多，其实好恐怖。
但是其实就算你们结婚以后，也一定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问题又会去演出新的问题，然后问题加问题。没有，其实我跟你说，大部分的人都是说谈恋爱是最简单的，然后呢，你结婚了就更多问题，生完宝宝了就更多问题，就是每一步都会更难。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解决你现在的问题，或者是你还没有觉得很开心的状态，你怎么可以再去升级到下一个更难的一关？人生没那么单纯，没那么简单的，尤其是婚姻，一定要懂得怎么去沟通，怎么解决问题，才可以平静的往前走。说话还是挺清醒的。对，就是这些问题不解决，就没有办法一步一步走到。对，因为解决不了。那我现在尝试，所有问题都在，我想尝试着解决。对，解决这个问题，才往前走。但你没有解决问题啊。我们都没开始。但是没开始是什么意思？我们才刚刚来这里，对吗？他现在是表决心，然后对 let's wait and see. I want to solve the problem. 对，我觉得二哥是想解决的。对，他想，我知道他肯定是想的，但是他不懂，他也没有这个，对，他不懂，而且你告诉他，他也理解不到，他就会一直说，对，是的，对，我错了，但其实我错在哪里了？就你没有听过那个狼来了那个故事，第3次就不会信了，他300次了应该是，他每一次都是很真诚的去道歉，说对不起，然后就希望可以改，他会改变2个月，然后之后就会回去自己的状态。他常常会觉得我好烦，就是有的时候他做同一个错误的时候，我就说你还是会这样做，你上次已经这样做，我说过已经我不会开心，你还是这样做，说过我不会开心，你还是这样做。他就说你为什么每次都要拿上次或者前几天的或者上几次的东西要拿出来说？我说因为这个东西根本没有解决，对，然后你还要继续去做，那我当然会，他就永远说我们往前，我们不要看往后的东西。那个是之前我对你的行为，那个是之前的行为。我现在跟你说的，我明白这件事情不重复就可以了吗？对吗？不再犯是吧？他的意思是吗？对吗？对啊，对啊，那是我们想通吗？那个时候7年8年嘛，我都没有想我哪里做得不好，他怎么生气。现在我知道了，我没有用心呢。一个女生跟一个男生一起这么多年，都是他为我做的。他知道我中意跑山、打羽毛球、打篮球、打拳、健身，都是他陪我的。他还爱我家人，我爸我妈，因为我妈妈享受都病了很多年了。他就去找一些医生啊，买一些吃的啊，打电话给他陪他，能做这些事情。你看，他不是爱我一个人，他是爱我的全部。我真的觉得知道自己什么都没有做，对他很伤心。我的天，我知道我错在哪，我不想信了之前。所以你跟我说的，我都上心的，我都是不是很用心去做，我知道的吗？我现在要上心了，对，但是因为信任感缺失了，对吧？刚来了，就是说你现在跟我表决心，你虽然你觉得知道了，但是而且纪念日他又忘了，前天说的。一开始第1天来，他们问我们他喜欢什么花，我忘记了，他告诉我，我知道牡丹花。这样，但你知道，我们其实也有一次是他送了花给我，然后我们吵架，我还是说你到今天你还不知道我喜欢什么花。但是其实你很用心的去了解一个人，你肯定会知道他的爱好，他喜欢的东西，不喜欢的东西，因为用心是一个过程。对，
但你们在一起8年，他应该超了解你的吧？应该。他不了解我，他30岁呀，37分，对，37分，37，耶，好得意，好得意呢，带他去悬崖边冒了个险。怎么就是我不太理解，这怎么可能呢？因为他们没有像你们一样天天在一起。对，我们见面不多，太忙了。这个都是借口吧？他说这个都是借口。对，现在来说，但其实也不是借口，因为我很了解你，我很了解你。没见过这样的。那天的那个问答，我真的是，如果你理解那些问题，我肯定是很高分，因为你都其实我说你所有点你都认同的，对吗？对，你看时间点吧，我觉得你说的对，是哪个时候我跟你一起的对。对，那我们分开了吗？我分开，我有别的想法的嘛，在生活还有工作里面。其实这个你能看到吗？就是我们之间的问题，就是我其实在说一个点，但是其实他理解到另外一个东西，然后他已经在说另外一个东西，但我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们不同频，他理解不了。我觉得他是真的有问题呢。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说我知道你说我们中间没有在一起的时候，你可能那个想法已经不一样，所以你有的爱好可能什么会改变，这个我知道。但是我是说我了解你，就算我们没有很多见面或者怎么样，没有很多沟通，但我还是会留意你，我看到你所有的东西，我会知道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哦，你还有看我东西的，我们分开，OK， 我没有看，OK， 没有，他好得意的，对。我说错了，但我不是说我看你的东西。OK， 没有，喂，他好直哦，是不是？只理解字面意。所以我就觉得绝望了。他跟我很难沟通，不太能会理解你要说的点，或者是你想要的东西。去睡吧。一直说去睡，我一直说好多昆虫，没刷牙不舒服。我有口罩啊，你有口罩吗？我想刷牙。跟口罩有什么关系？你是昨天到还是今天到的？你怎么可能问我这个问题？我不是 WhatsApp 那里说到了吗？哦，有房间啊。对呀，每一个都有。我就是刚刚不是说了吗？你有听我说话吗？刚刚分开了，我有点想他，那怎么办？求婚吧。就分手了，那求婚，这什么情况？我们是理解不到，沟通不了。你有时间才能沟通吗？我们有时间一起的时候，我们也不沟通。崩溃了，什么呀？你们最大的问题是沟通问题吗？我觉得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就是沟通问题。对啊，讲话有点牛头不对马嘴，是这个意思吗？对，是，都答非所问。电台2个频率。说话姐的意思就是女生肯定都明白这个点，就是你不要跟我聊完之后，我很认真回答你，结果你第2天不记得。我对你的回答你不记得，就会让我觉得你没诚意。抢答成功了。我跟你聊天，你好像就是在瞎聊一些有的没的不只是聊，是打电话啊，吃什么啊？今天好的，就感觉是 ABC 餐公式化。对，就是我今天要点 A 餐 ，OK， 明天我会给你的 B 餐，但是都一样的，就 ABC 餐，它就只有这3个餐。不过确实，如果是生活中大家都在忙自己的，没有交集，那确实很难找到什么点聊的。都能找到的，这都能找到的。好呢，你能找你不聊，帮他说话。你早干嘛去了，二哥？没听懂这是个台阶。
他后知后觉，现在领悟了呀。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如果后面不是那些白色的纱帐，不是婚礼现场，也许这些问号就都倒下去了。我觉得可能这个婚礼的那种东西，可能给了我一点压力了。不是说我怕结婚，我没有，其实我是怕他会有希望，然后他会受伤、失望。对，我不想他受伤，因为我知道他那个那种很单纯的追求。其实他不太懂那个情感，我觉得有专家或者怎么样，大家都可以帮他去多理解、了解自己。他给你机会，这是一个多好的机会！对，很好的机会。无论结果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旅程肯定是能帮到他成长。然后无论将来你要对谁有关系，是我是别的人都好，肯定会变成一个更好的一个伴侣。这个我知道肯定是都会有帮助。我们还有时间，第3天。他好乐观哦。还有15天。今天是第3天嘛，其实还是蛮有意义。就是如果不是这些照片，可能我们也不会那么要去把这些故事这样讲出来。对，他也把我们的状态非常的显化了，我觉得。其实我们是互助会，你知道。哦，这个词精妙了，互助会。我是大家都是病友，身在局里看不清的。说的也对，所以我们都看病呗，治疗呗。希望在明天吧。对呀，对呀，对吧？把明天当成创可贴。会写这个文案。本节目由美团买药独家冠名播出，24小时看病买药，平均30分钟送达。本节目由999感冒灵赞助播出，爱人先爱己，暖暖在乎你。本节目由懂车帝二手车赞助播出，大平台有保障，放心买车就上懂车帝。本节目由双晶赞助播出，儿童补钙有高招，双晶钙芯小金条。You did not want to say goodbye. We never choose our way to die. I did not find a word to say. 晴哎，今天心情是晴。 Some words to heal and a place to pray. I don't want to compose for you at all. I don't want to compose for you at all. To calm your fury, you need my soul. As it came, it disappeared. 我今天跟他聊了，我觉得我明白他需要什么，我能帮他做什么。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孩子。真的吗？ And his smile haunting you at night. I don't want to compose for you at all. 我其实现在是兴奋的，因为我觉得他们给了一些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思路，一些我觉得无解的办法，现在好像看到了一个希望的光点。需要一些大哥大姐的引导，好像是要脱敏，就不要那么敏感，是吧？他在日记里面写的好像是。对，说感到好像没有那么痛苦了。哦，哇哦！大家还记得这期的主题是什么吗？
莫比乌斯环。哦，所以你说那个就是每一组都在鬼打墙。对，每一组都在鬼打墙。我突然就想到了，其实不仅仅是美妍他们家那一组在那个环里面，其实每一组家庭好像都在一样的圈圈里面没绕出去，拉扯，都在循环这个问题这个上面。我们慢慢的从最近的诗画跟重建，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沟通的这个状态，怎么会这样？Anson 给我感觉他没有在那个点上，都不仅没有在那个点上，听不懂。看题的时候连这个题面都看不明白。他根本不知道问题是什么。对，所以他答的题永远是错的。他答对的题全是蒙的，或者是抄的。他唯一一个好就是态度很诚恳，对，很诚恳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对，我们听一下胡老师的意见，你为什么懂了？我有点懂为什么他什么都对了。待会儿听听你。因为那个诗画是吧？他觉得我选择的那个男生，他应该要这个样子。所以他其实是对他是有非常多的他自己想要的样子。但是这个男生一直做不到，够不着。那个 Anson 会发现说，我做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所以他所有的事情他都会先给一个选择，给出来以后让你来说，你说什么对，就是这是他获得正确答案的最快途径和方式。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你要什么答案，他只能猜。这样子直接让他说，对，直接我说一个，你抛一个，你说哦对。这样最快，所以我也蛮聪明的，已经被训练出来了。但是没想到诗画只说了前句，他就说对了。其实诗画还有后句，就是说我说不对，其实我觉得后面这个才是。他也说对，后面这个才对。是啊，说明他根本就不知道，像一个作弊的考生一样，就有点害怕，真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跟小朋友做数学，3+2等于几？他其实不知道怎么做加法，他说4吗？就是看看你脸色，你一变脸6啊，对，其实他不知道这个题什么意思，就是好像是这么简单的回路的感觉。我是觉得他跟他是有感情的，他失去以后他会非常难过，所以他要争取，所以他有的时候自己的那些心愿，他可能自己也没有完全理清楚，对。但他知道他需要，他从来没有粉饰自己，从来不会用油滑的东西来躲闪。我在想，诗画他前面讲他以前是恋爱脑，肯定经过很多受伤的事情。Anson 就是老实、单纯、可靠。我觉得他的经历里边有一个就是。给你很多感情理解，同时很忠诚的人。对，我觉得他那种无奈感还是怎么，这两种人是不能兼得的。双刃剑，他一边是这样，他的反面就是那样。对。但是 Anson 也太，我真的不理解，他竟然会非常直白的说，因为我之前没有把你放心上。很多人可能就是这样想的，但他不会说出来。对，而且他前面说是追到了，他也承认了。对，追到就没有了。对，很直白的承认了。要不要吃点油啊？但我恰恰觉得他这个话是让这个李诗画留下的，就是还在犹豫的原因。对，他一直说他就是不会，但是他自己一直说我没有放心上，那只是我不愿。所以现在我明白了，所以我会改。这个点会让他犹豫。而且我还有一个很好奇的就是，你看他又不改，但是中间他19年很开心的那几个月，他到底做了什么改变？现在我们看，我们根本想象不出他会做什么改变，我们觉得他什么都动不了。我总有一种感觉，我觉得 Anson 从头到尾，他跟诗画在一起的时候没有那么自信。比如说，他跟其他人在聊天的时候，就讲别人故事的时候，他松弛很多，他比较松弛。但是跟诗画聊天的时候，他的整个状态就，他有没有一点自卑在里面啊？我感觉到他有配不上他，不自信，不配得感，他不相信他能够拥有他的喜欢和爱情。我有种这种感觉。诗画就反驳他嘛，你就是爱工作你不是为了我才这样工作，对，你爱工作胜过爱我。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如果他是自卑，他应该一直努力。
还有一种方式是我自卑，但是我得到了，这就证明了一切，这件事情就不用再证明了。好像这也是说得通的，完成了这个事情啊。然后我不觉得他是自卑，哎，我觉得他的那个模式是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他有一个模式在里面。对，这只要诗画一个海口的，就对，是我错。对，他那个给我感觉特别像我以前读书的时候，被我妈说你下回考试如果不怎么样，我就有惩罚措施，我可能就会非常努力的学一段时间。这考试只要考完我就不学了，风头过了，对，这个小目标达成了，我就马上松懈掉了。是他从头到尾在察言观色，看脸色、看表情、看什么，他没有那个自己想要表达的我是谁这件事情没有。但是在最根本的直觉上，他会知道什么时候愿意努力，什么时候他会懈怠。但那个直觉背后的模式呢，是一个占有的模式，就是说我拥有了爱情。爱情其实严格意义上，它不能说，它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不能拥有，不能拥有。我不能说我拥有了这个人，爱情是一个生命实践，是两个人一起来创造的，它是滋养的。但是呢，在默认的选项里面说，哦，他答应你了，或者你追到了，那我就拥有了这个人，就懈怠了。但是他其实又会对爱情有感受，他离开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失去的很多，他其实是有真情的，但他不明白，就是他觉得那需要维护。实际上讲，存在和占有是不一样的。现在的人主要是占有钱、占有职位、占有名声，但存在是生命实践，要不断的去滋养，要行动的。所以你说他怎么能做好？他就是一直要做好到让对方相信。你是不仅是2个月、4个月、6个月，你一直会这样。你改变了对彼此的态度，改变了对爱情的态度。但是诗画已经不相信这种改变了。但我觉得诗画真的很爱他，就是那个不舍，那个纠结。你图啥呀？到底？我觉得一开始肯定都有好过的。对，所以我要是 Anson， 我也要把他追回来。都还照顾到我家，连我家人都一起照顾了。那给 Anson 一点建议，他什么样的改变是最有效的，或者说可以取得信任的？我觉得他先听得懂他想要问的问题，这好难哦。应该给他配个翻译。我真的觉得 Anson 应该认真的去倾听一下对方的需求，你能不能够做到？不要勉强自己。也不要勉强对方，而且 Anson 他一直跟诗画说，他提了一个点，他说你们女生对另一半的要求是不是一直这么高吗？对，所以我就想问一下，诗画的这个要求在你们眼中算高的吗？我觉得不高啊，太不高了。而且为什么这是女生对男生的需求呢？男生本身不会有这个需求吗？因为男生都是忙伟大的事情的人，忙事业的人。就爱情作为你的一个精神世界、情感世界的一个生命的成长，它本身不是一个事业嘛？对，不能说我今天的爱情的股票涨到了3000点、6000点，或者是只要看起来恩爱，我这个指标就是满的。对，哪怕里面有一些糟烂，但是外面看着 OK 就可以。但诗画自己的事业经营的也很好啊，一直在拍戏啊什么的，也没有耽误他的事业啊。我想起来，他前面说我最害怕失去斗志，就是我刚才刘琴老师的话启发我想一件事，就是你在坚持啥呢？就是你到底为什么非要追？你又很不舒服。他跟诗画现在还在一起，就是因为他的斗志不息，就是无数次分手他又回来。就是以一个强烈的信念非要在一起，但是真的好吗？从某个方面是好的，就是他的斗志使得他们就是一直在一起。但是他为什么在一起这件事情，他可能没有仔细想。你先不要管我怎么能让这个诗画回到我的身边，能跟他重归于好。我现在看看我自己，我是为什么一定要他回来？对，我为什么一定要？就是你这个斗志，你放下一下下好不好？而且他的斗志只能支撑到把他追到，对，追到之后的事情就没了，对，就又没了。就像你的斗志只能撑到那一次小考结束以后，对，是，后面就不做了，是吧？理解他，好像这个成为他，no。然后你看他特别开朗，
非常明媚、阳光的那个模样。我在想，这个斗志熄灭的那一刻，是他非常难以忍受的，因为那一刻肯定很悲伤。就是有些事我就是不行，或者是我就是满足不了他这种悲伤，这种那一瞬间的那个掉落，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非常致命的一个痛苦。那讲到这里，我想接那个阿春老师那个话啊，就是我觉得斗志本来就不应该有，就是斗志是你想要的，不是别人想要的。我觉得更多的应该看对方想要什么，你能不能给。我觉得在那个过程中间，你可能就真的能够找到问题的本身了。等你老是面对的都是斗志。是啊，就是反正我不改，但是我一定要。对，先要回来再说。是。北大我就是要上，怎么上不知道。大家也看到这期主题是莫比乌斯环，其实它就是在一个局里面很难冲出来。对，那就是说他们目前的状态呢，要在这个状态里面如何破局，然后每个人给一些建议，好不好？如果我是 Anson， 我会一定要做自己。我觉得只有做自己，你才更有魅力，且你未来不管是获得和失去都是长久的。如果我是李诗画，我会跟 Anson 说，请你好好做自己，不要再围着我转了，拿出你真正的自己出来，让我了解，而不是附和我、应和我的样子。对。是个公式。对对对，不要围着我的星球转。那我就是何美妍吧。我会抓紧捡起我的音乐事业，刻不容缓，时间不等人。当然不捡音乐事业也可以啊，也可以捡别的东西。抓紧带孩子其实也行。就你把你的精力稍微分散掉一点，不要集中在梁松身上。如果我是梁松，可以，这个非常跟你有反差。对，如果我是个 rapper， 我以为我想尽了所有的办法，其实没有。我要提醒自己就3个字：慢一点，坐下来，看着他的眼睛，无论他说的话多么冒犯，多么会刺伤你，激发你的荷尔蒙，你就是让自己先安静10分钟。说我今天不回答你，但是我听了你10分钟，我回去想一想，从这一点开始。我刚刚还看到了他们嘉宾当中有一个情感关系啊，很微妙，就是梁松他生病的时候，美妍立马就美团送药，然后给他买药了。是的，但是其实等那个邓莎她手被划破的时候，还是美妍。然后帮他从美团买药，买的创可贴，然后贴上的。是的，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这说明啊，美团买药太快了，看不到了，你知道吗？但凡他再慢一点，我怀疑啊，这个邓莎的这个伤口都愈合了。其实呢，我也非常想提供一个锦囊。这个锦囊非常简单，里面只有3句话。第一句话呢，就是美团买药24小时在线。第2句话呢，就是随时随地可以看病买药。第3句话呢，就是买药平均30分钟送达。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很好用的，非常好用，大家都用起来。真好，真好，很顺，太顺了。好，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海报拍摄主题，叫做坠崖之前。那非常直接的把我们拉回到他们感情出现状况的那个当下，让我们呢对他们的问题也有更加清晰的了解。那这一期呢，我们也是看得非常的跌宕起伏。那不知道呢，下一期梁松跟美妍还会不会吵？那诗画跟 Anson 能不能聊明白一点？这都是我们带着一些期望，继续要跟大家强力催更的一个点。来，再见容易，再见很难，我们下期再见，拜拜，下期见。
茶好美，哇塞，好可爱哦，好可爱啊！金钱人格标签。哇塞，这么刺激的吗？一上来就聊钱，花的比挣的多，跟风购物，朋友圈的提款机，因为他没有自己。我觉得不是跟风。你说没了，我问一下吧，比如说我查账了。这就是查账啊！短视频购物狂，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吗？没事，你待会再说。哎，这是新环节，对不对？对，以前没变过。哇，老师们好！哎呀，好像这个背影我就认出来了。老师好！哎呀，你们家没有婆媳矛盾是吗？婆媳矛盾没有，夫妻有矛盾。哇，这就开始了。他是很专一的，他的缺点超过了这个吗？你肯定工作上不是这么一个人，你觉得他找不着比你好的人？太厉害了，这两个老师真能抓重点。我们的沟通成本是非常高的，真的很危险。